种香烟或被列入黑名单，你还在抽吗？建议老烟民不妨了解下。王先生人到中年开始惜命了，自从上了高中之后，就和当时的同学一起染上了吸烟的习惯，这一抽就是很多年。但是前段时间公司体检，王先生检查出来身体也存在一些问题，医生的建议是最好把烟给戒了。出于对身体的考虑，王先生还真把烟给戒了。可是刚开始戒烟的时候，对王先生来说实在是太难受了，所以王先生就找了电子烟做替代。可是王先生的朋友说，电子烟对身体的危害也特别大，你不会不知道吧？王先生则是摇了摇头，一直以来他都没有具体去了解过电子烟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就想着赶紧把烟给戒了，用这种替代物应该也不错。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香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像电子烟，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现如今已有7种香烟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了，如果你还在抽的话，建议赶紧看看。1. 香烟会对身体产生的危害。香烟有害健康这句话是印在了烟盒上面的，有时时刻刻在提醒着吸烟的人，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因为我国每年吸烟的人数都在增加，由于吸烟所导致的各种疾病的人数也在增加，其中被我们所熟知的就是香烟对肺部是有着极大伤害的，是造成肺癌的主要原因之一。有数据显示，有 70% 的患有肺癌的人都有吸烟史，这是因为在香烟中含有大量的有毒物质，对肺部功能的伤害是不可逆的，一旦形成就会诱发细胞癌变，可能出现肺癌。有不少人在压力比较大、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都会吸烟，觉得能够缓解自己的压力。大多数时候，香烟都会让人觉得是兴奋的状态。与不吸烟的人相比，吸烟的人睡眠也并不是很好，会下降 20%到30%左右。这是因为在香烟中含有尼古丁，大量的尼古丁会对人的神经造成一定的损伤，从而影响到睡眠。心脑血管疾病已经不仅仅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现在正在逐渐年轻化，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习惯是有着必然关联的。其中一点就是吸烟，香烟中的有害物质是会导致血管变得更加狭窄，血液流速变慢，从而导致高血压或者是心脏病，造成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长期吸烟的人应该会有感觉，个人的免疫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大的减弱，这是因为香烟中的有害物质破坏掉了人的免疫系统，导致人体很容易就会受到外界病毒或者是细菌的入侵。长期吸烟的男性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危险，就是对生殖器官造成很大的影响，造成勃起功能障碍。因为吸烟会影响到血液的流速，导致血液不能够正常的流向阴茎，从而引起勃起的不正常。所以如果男性长期吸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开始变差了，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受到了吸烟的影响，再不戒烟可就晚了。总而言之，关于吸烟不仅仅有以上5个危害，其中以上5个只是相对较为严重的。长期吸烟对身体所产生的是全身性的危害，而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各种牌子的香烟之外，有7种香烟不要抽，危害会更大，或被列入黑名单。2. 7种香烟或被列入黑名单。1. 电子烟。王先生刚开始以为电子烟只是模拟了口感，所以会选择用电子烟代替传统的香烟，但是现在的电子烟并不建议长期食用，这也是为了身体健康着想。因为电子烟的出现就是以替代品的身份出现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人们的需求，电子烟出现了很多的功能，这些功能也导致吸烟者出现了成瘾的情况。电子烟是需要锂电池进行支持的，而锂电池对人的身体伤害也是非常大的，甚至现在电子烟出现了很多的口味，这些口味里是添加了一些香精或者是色素的，对人的身体必然也会产生一定的伤害。2. 爆珠烟。爆珠烟在某一段时间来说也非常流行，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口感，还觉得在咬破的那一瞬间会有一种快感，所以很多人非常喜欢这种类型的香烟，但是却不知道这种类型的香烟是会导致女性的妇科出现一定的问题，对男性的生殖器官也会产生影响啊。3. 薄荷烟。很多人觉得抽薄荷烟会给人更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其实是来源于薄荷脑，
这是添加在香烟中的一种物质，可能本身并没有什么伤害，但一旦燃烧起来就会产生致癌物质。致癌物质会跟随进入到人的身体中，人也会渐渐产生一定的依赖性，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导致患有癌症的风险增加。4. 杂牌烟。现在很多人为了图便宜，不会抽大牌子或者是更有保障的香烟，而是选择杂牌烟，依旧能够找到抽烟的那种快感。但是这种香烟有一个特点，它价格便宜，成本自然也就不会高，可能有害物质要比大牌的香烟超标很多，对健康的影响是更大的。5. 水烟。可能有一些人都不知道这种香烟的存在，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在云南东部流行，后来开始在全国各地都有出现。水烟是需要使用工具才能够完成吸烟过程的一种香烟，而在抽的过程会导致有毒物质和致癌物进入到人体中，量相对会更大，对人的心脏系统和呼吸系统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且成瘾性非常高。6. 旱烟。旱烟属于中国传统的一种香烟，出现的很早，方式就是把旱烟卷在香烟纸里，然后瞅着要比现在人们所抽的烟味道更加的浓郁。依旧有很多的老烟民，偏远地区的人依旧在选择抽旱烟，觉得味道浓又给劲儿。但是这种烟里面的一氧化碳含量还有尼古丁等各种有害物质要比传统生产的香烟高很多，危害也就更大了。7. 茶烟。香烟在制作这方面堪称是五花八门，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买烟，商家也算是费尽了心思。现在市面上有一种烟被称之为茶烟，顾名思义就是香烟是由茶叶制造而成。这时候很多人就想了，既然是由茶叶制造而成，又有香烟的味道，那么对身体健康肯定没有伤害。然而这样的认知是错误的，因为茶叶在燃烧之后依旧会产生很多的颗粒烟雾，进入人的肺，最后就会导致肺的负担加重。况且茶叶当中也含有一些特殊的物质，比如咖啡碱这种物质进入人的身体中，也会产生瘾，让中枢神经变得更加兴奋。以上这7种香烟能不抽就不要抽，或者说关于香烟如果能戒掉就要尽早戒烟。虽然戒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症状，但是只要挺过去了，身体就会逐渐恢复，变得越来越健康。如果想要戒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3. 戒烟可以这样做。第一，做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很多人都喜欢在没事做的时候去抽烟，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如果碰到了这些情况，那么就选择将自己的时间填满，让整个节奏都变得快很多，找到一些事情做，去转移注意力，将闲下来的时间都用来去游泳或者是跑步，又或者是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只要能够满足自己的神经兴奋，开心起来，抽烟的频率就能大大降低。第二，提高戒烟的成本。提高戒烟的成本也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就是只要吸烟这件事情付出更大的代价，让自己没有后悔的余地，这样戒烟的成功率会大很多。有时候可以让身边的好朋友跟你一起戒烟，这样也有一个双向的支持，同时戒烟的成本也算是提高了。第三，将戒烟的物品清理掉。戒烟之前的准备工作还是要做好的，除了要告知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最重要的是将有关于香烟的所有物品都要清理掉，每一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比如吸烟的人习惯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以及车里这种地方都放上香烟或者是打火机，将这些地方全部都清理掉，眼不见心不烦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告诉自己，戒烟一定要戒成，将这些东西扔掉，或者是给其他需要的人就可以了。总结，香烟对人体的损害属于全身性的，人的器官以及精神状态都容易受到长期吸烟的影响，所以建议大家戒烟要趁早，即使是正在吸烟，也要尽量避免。以上7种香烟对身体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有些损害是不可估量的。当然，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能戒烟就戒烟，虽然整个过程会痛苦一些，但是会得到更加好的状态，身体也会越来越健康。只要能够克服困难，最后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没有了香烟，家人的健康也能得到一定的保障。